香菜爱好者看过来，每次都买香菜，放冰箱没几天就烂，扔了又可惜。其实只要一个小方法，就能让香菜长久保鲜，放1年都新鲜如初。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这时拿出一把锋利的剪刀，动作尽量轻柔，将香菜成熟的部分沿着根部的上方小心地剪下来。在操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仔细甄别，只保留那些刚刚冒头、鲜嫩翠绿的嫩芽。这些嫩芽充满生机，未来还能继续茁壮成长，为你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香菜。剪下来的带根的部分我们先放一边，待会儿给大家分享不用泥土的种植方法，让你拥有源源不断的香菜吃。现在我们把香菜叶放入盆中，香菜在生长过程中表面难免会沾染各种灰尘、杂质，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农药残留，所以清洗这一步至关重要。紧接着往盆里撒入适量的小苏打，别小看这小小的苏打粉，它可是清洁的好帮手。这里我们可以多撒一些，以增强清洁效果。随后缓缓加入足量的清水，让水没过香菜叶，然后将其浸泡一会儿。在浸泡的过程中，小苏打发挥着它神奇的作用，能够有效软化附着在香菜上的污垢和残留农药，就像给香菜来了一场温和的搓澡，让那些顽固的脏东西渐渐失去附着力。浸泡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开始搓洗香菜了。不过要特别注意，在清洗香菜时，千万不要用手过于用力地揉搓叶子。香菜叶子十分娇嫩，用力揉搓很容易导致叶子破损、软烂，这样就不利于后续的保存了。我们只需要着重将香菜的菜根部分清洗干净即可，因为菜根相对比较粗壮，而且生长在土壤附近，更容易藏匿污垢。清洗完成后，把香菜从水中捞出来，放在阳光柔和的地方，让香菜表面的水滴自然风干。这个过程一定不能着急，务必确保香菜不能带有水渍，因为残留的水分会加速香菜的腐烂。只有让它保持干爽，才能更好的延长香菜的保质期，为后续的储备做好充分准备。完全晾干后，我们来到菜板上，然后将香菜切成约2到3厘米长的段，长度根据个人喜好而定。如果你喜欢碎一点的口感可以将香菜再切得细碎一些。接着翻找出家里的几个密封罐或者是密封袋，不过一定要确保密封罐无水无油且干干净净。接着把香菜装进罐子里边，这里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用力去按压香菜，要让它在密封罐里保持一种松散的状态。香菜的叶片和根茎都很娇嫩，用力按压容易导致它们破损。一旦破损，香菜的细胞结构就会被破坏，营养成分流失不说，还会加快其变质的速度。所以我们要温柔些。等香菜都装入密封罐后，将盖子紧紧旋好，或者把密封袋封密严实。接下来把它们放入冰箱的冷冻层，注意不是保鲜层哦。冷冻层的低温环境能够迅速锁住香菜的水分和营养，让它仿佛被定格在最鲜嫩的时刻。采用这种方法储存香菜，你会惊喜地发现，即便过了很长时间，当你再次打开密封罐，里面的香菜依然保持着新鲜翠绿的模样，就像刚从地里采摘回来的一样。您看我这小葱也保存了几个月了，是不是依然新鲜翠绿呢？采用此方法，在需要使用的时候，直接从冷冻层取出就能使用。无论是用来做凉拌菜、提香调味，
还是烹饪菜肴，都能为您的美食增添独特的风味。如果您也总为香菜吃不完，容易浪费而烦恼，那就快来尝试这个方法吧，让新鲜香菜随时相伴。方法2，我们直接把香菜从根部切剪掉就好。香菜根也别扔哦，用它泡水好处多多。香菜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K 和钙、铁等微量元素，泡水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让身体更健康。它独特的气味呢，能够激发食欲。要是你胃口不好，吃不下饭，喝杯香菜根泡水，说不定就能胃口大开。接下来准备一块保鲜膜，把需要保存的香菜整理好，按照1次1顿的量，将香菜放在保鲜膜上，并用保鲜膜包裹起来。在包裹香菜时，一定要格外细心，尽可能让保鲜膜紧密贴合，不能留有一丝空气。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空气的存在会加速香菜的氧化和水分流失，导致香菜快速变质。接着，把包裹好的香菜轻轻放入冰箱的冷藏室。在冷藏室相对稳定的低温环境下，香菜能够保持较好的新鲜度，即使放上1个月，它也依然能够保持较为饱满的状态，不会轻易变坏。这样一来，当你平时做饭需要用到香菜来提香增色时，随时都能从冰箱里取出新鲜的香菜，方便又省心。如果你希望香菜的保存时间更久，比如想要保存半年之久，那么可以将包裹好的保鲜膜的香菜呢，放入冰箱的冷冻室哦。方法3，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追求环保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利用身边的废旧物品，从家中的杂物堆翻找出一个废旧的塑料瓶，拿起剪刀，准备对塑料瓶进行改造。小心翼翼地将塑料瓶剪成不平等的2段。切割完成后，仔细观察切口，用剪刀把开口处呢修剪得圆滑一些，避免粗糙的边缘损伤香菜的根部。完成修剪后，把瓶口部分倒着插入下半部分的水瓶中，一个简易又实用的水培容器呢就大功告成了。先将这个容器放在一边，接下来往水培容器的下半身中加入少许的白糖，白糖在这里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能为香菜的生长提供额外的能量。接着将刚刚修剪好的香菜根部小心地穿过瓶口，轻轻地拉住香菜根部，让它从瓶口处顺利拉出，确保根部能自然地垂落在瓶身中。随后往瓶身中加入适量的水，水的深度呢以刚好能够覆盖香菜的根部为宜，这样既能够保证香菜根部充分吸收水分，又不会因为水过多导致根部缺氧腐烂。完成以上步骤后，接下来就是要将这个承载着希望的水培容器放置在通风温暖的阳台上。阳台充足的光照和良好的通风条件是香菜生长的理想环境。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香菜就能够茁壮成长。白糖中的糖分呢，可以被植物的根系吸收，促进植物的新陈代谢，帮助香菜更好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就如同给香菜注入了一股成长活力剂，让它在水培环境中也能够拥有充足的养分。1个月呢，我们就可以进行采摘啦。每一茬我们都只采摘成熟的部分，保留那些鲜嫩的叶子和生长点。这样一来，在充足的养分和适宜的环境下，香菜呢就能够快速的再次生长，我们就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源源不断的香菜采摘。
随时享用到新鲜又茂盛的香菜，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一抹清新的绿意和独特的风味。好了，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如果您看了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点击我的视频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每天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哟。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瑶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